有一段时间，我就任于一家神奇的动画公司。本来大家正在踏踏实实的做动画，突然有一天呢，一位陌生的大姐来到了公司瞎溜达。大姐穿搭时尚前卫，还挎着一个保底估计2万块钱的包，那一身行头呢，可能就顶我1年的工资。这位大姐在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到现在也不清楚。但是她一来呢，公司的小助理就在她身边720度转圈，端茶递水，卑躬屈膝。连我们老板看见他都绕着走啊！而且他下达命令的优先级在公司永远排在第一位。突然有一天呢，我听说大姐在公司要拓展一个新的业务。大姐空降的第2天，我就不幸的被分配到了这个与动画业务格格不入的服装展示。原来大姐是一个专业的服装设计师，她是想给公司多赚点外快，还是想吞并老板的动画业务，我就不知道了。这属于商业范畴，咱也不懂。但是我们这一帮做动画的人哪会设计服装啊？人家说不用你们设计，给你们设计老娘也不放心啊！你们就是把我设计好的衣服给做成展示动画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正好完成了一个动画项目，于是呢，我们几个人开始了这个从未涉及过的时装领域。组里呢2个实力极强的美术师专门负责这些海量的时装照片的抠图。我硬着头皮把这些花花绿绿的破布艰难地剪辑成了一个大概外星人很喜欢看的片子，其总体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咱毕竟参与过地铁里壁挂电视上播放的那些文明礼貌的宣传大片呀，咱实力是不容小觑的。但是呢，当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领导自认为他创造出了一个能改变世界的法器，那公司内部总会出现一些奇迹。果然呢，在片子交到大姐手里之后，大姐反复欣赏了10几遍，那满脸都是微笑。当时我算是松了一口气。之后呢，就像大部分领导一样，提出了一些小小的修改意见。今天呢，把这个画面往左挪1像素，明天呢，你这个黑色显得不够五光十色啥的。当然作为设计师呢，这就是我们的宿命，人家给钱嘛，你敢不改？但这都是小事啊，修改呢对于设计师来说是家常便饭，反正翻来覆去才改了1个多月，大姐就觉得这个成品终于达到她心中的6-7成了。这期间的沟通成本呢，主要在于反馈并不是大姐直接下达给制作组，而是通过中间一个行政小姑娘传话。相信大家都见过这种传话筒吧，自己有想法不直接说，必须通过一个中介。但是偶然一次呢，我还是听到了大姐对小姑娘直接传达的需求。在这里呢，关键的不是内容，而是语气。为什么这里设计的这么难看？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就不知道推进呢？这里的背景太黑了，你不知道吗？那些设计师行不行啊？不行赶紧开了他们。后来我终于理解到小姑娘每次给我们下达修改意见的时候都是一脸为难的表情了。我只能说底层人不容易啊。这就跟我之前合同陷阱的那一期给我传话的小女孩一样，罪魁祸首又不是她。我们其实都是底层人。又经历了几次互相的折磨，这个片子也差不多达到了大姐的标准了。这时候呢，突然赶上了一个什么周年庆啥的，到底是公司的庆典还是友商的，我记不清了。这个盛大的活动呢，公司决定生产一套纪念品到处乱发，彰显一下公司的大气。最终确定纪念品为 U 盘。现在我们对 U 盘嗤之以鼻，我们传个东西用手机轻轻一点就行了，那 U 盘有啥用啊？但是在那个年代 U 盘还是很实用的，所以呢，这么一个东西也是挺有使用价值的。当时呢，正赶上我们这个宣传片已经修改完毕，大姐看着宣传片突发奇想，拉着产品经理就进了会议室。1个多小时的会议之后，大姐意气风发地离开了。产品经理铁青个脸，我们问怎么了？产品经理对我说，你片子做得好啊，托你片子的福，我有好活了。我说啥意思呀？大哥说，大姐要把你做的片子放到 U 盘里，让大家都看看。我说放就放呗，那考里不就行了吗？当时我对这个片子已经麻木了，没什么感觉了。产品经理转头对小助理说，去吧，跟 U 盘的制造商说，定制的 U 盘要把这个片子放进去。小助理说，产品经理又补充了一句，要自动播放。大家顿时一惊，啥玩意儿？自动播放？对，就是把你的 U 盘插进去以后，然后自动播放咱们的时装宣传片。之后呢，大家谁也没有再说什么，因为谁决定的不言自明啊。而且呢，产品经理之前1个小时里肯定做过激烈的反击，不过大家都清楚，这个 boss 对反击是免疫的。相信呢，跟这种领导打过交道的朋友都深有体会啊。核心内容根本不在于事情本身是什么，也不在于你说的是什么，关键在于他高不高兴。想想我上期说的师徒系统呢，其实是一个意思啊。比如你说，如果自动播放的话，是不是用户会觉得有些困扰呢？怎么会困扰？咱们片子这么好看，用户会喜欢的。但是看多了会不会觉得有点烦呢？
怎么可能？我都看那么多遍了，我都觉得挺好啊。哎，这种对话呢，其实根本不是在互相举证，这本质上是降维打击。说到这儿呢，我得提一下王佩瑜。哎，对，就是唱京剧的那个女老生，大家肯定觉得奇怪啊，这跟王佩瑜有什么关系？那大家听我口音呢，就知道我是个地道的北京人，从小呢就受到我爹的耳濡目染，因此呢也听些个京剧曲艺啥的，所以呢很早我就听王佩瑜的京剧。这大闺女呢，大概是在21世纪上半叶期间给自己开了一个个人网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当时呢，他还只在京剧圈子里面混，个人网站开了，我说上去看一看吧。我记得设计的是剪纸皮影风格，很有特色。打开网页之后，伴随着一通京剧的锣鼓点，那个皮影小人呢，做了一套京剧的武打动作，一看就是下了功夫做的动画。不过这个动画我记得要播放大概20秒左右吧，然后才会跳出一个进入网站的按钮。每次打开网站呢，必须要看20秒的动画，而且不能跳过。对于网站来讲呢，无论这个动画多精彩，20秒的等待都能让人发疯，更别说每次进来都得看了。有人说呢，你把这个进入网站之后的网址保存下来不就行了吗？哎，不好意思，那个网站整个都是用 Flash 做的，内部的链接全是 ActionScript 程序员应该能理解啊。说白了呢，就是你必须看这个20秒的动画，否则你就进不去。出于职业病呢，或者说是犯贱，我还给王佩瑜写了一封邮件，我说你那个网站太二了，每次进去都得等那么长时间，你这完全违反了一个观众的用户体验。你唱京剧可以，但是做网站肯定找了一个外行啊。当然了，我当时的邮件的措辞肯定是更人性化一些啊。其实呢，话说到这里就够了，我还犯贱的说，我也可以帮你改网站，你给我留个电话我主要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当天下午呢，王佩瑜的邮件就回过来了。我一看，要不说人家是艺术家，我就是个喷子呢。感谢你对我网站的支持，并给了我很好的建议。看来呢，术业有专攻。对于网站呢，我确实是一个外行。我的网站呢是请了一个亲戚做的，我并不懂网站。你可以和他联系一下，一起帮我把这个网站修改一下。感谢你的支持啊，大概是这意思吧，具体细节忘了。不过当时情商比现在还低的我，不知道见好就收，竟然还真的给人家亲戚也去了封邮件，人家压根儿没搭理我。是啊，人家有做网站的人，我提个意见就拉倒了，还想掺和别人的作品，人家没回信骂我就不错了。不过过了几天以后呢，进入网站那个按钮，你直接打开网页就能看到了。也就是说你可以跳过那个动画了。我相信当年肯定不止我一个人给王佩瑜提过这种意见我就是犯贱因为这种强制观看的东西就是反人性的嘛就像游戏里不能跳过的动画过场一样。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定制的 U 盘，大姐的需求是插入 U 盘要直接播放宣传片，虽然你可以点叉子把它关掉，但是想想这个过程也觉得很烦人。但产品经理又能干什么呢？我相信 U 盘厂商也很少见到这种需求。不过人家无所谓，反正钱到位，插上 U 盘后让电脑直接爆炸，估计人家也能干出来不过 U 盘既然是白送的，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送你 U 盘就是给你脸，但我们还是把自己当人了。这套 U 盘根本就没有普通员工的份，人家大姐是要把这些 U 盘送到高端的社交圈里的。我们小员工有啥话语权不给更好，省得闹心。所以呢，这件事我就放在脑后了。半个月之后，定制的 U 盘样品发过来之后，产品经理把这玩意儿往电脑里一插，它的效果还是惊呆了在座的所有人。它的感觉就像什么呢？欢迎使用奥尼公司快速商务万能充电器，现在开始充电。它一朵茉莉花，它一朵茉莉花，快活好了，今天的故事呢就到这里昨天不夜想听更多职场和开发变态的故事呢，请订阅点赞毛怪老师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